早知道那样，我就不把伏击点定那儿了。司令员万万没想到，刚被评为战斗英雄的神枪手顺柳却逃离了部队，竟要去给姐姐报仇。只因此前他为了完成狙杀华东日军司令石原的伏击任务，竟亲眼目睹姐姐被鬼子侮辱，事后跳井自尽，就连姐夫也惨遭杀害。为此，即便他立了大功，被评为战斗英雄，可却当夜离开了部队，准备去找祸害姐姐的鬼子报仇。而司令员陈大雷也是后知惊觉，直到让文书翰林去顺柳姐姐家核查情况，真相才浮出水面。我估摸着鬼子糟蹋他姐，包括哥被砍，顺柳全看见了。这两条爆炸性的消息让翰林顿时愣在当场。作为顺柳的好兄弟，他从未料到顺柳竟经历了如此悲惨的遭遇，而这样的真相无疑让陈大雷更加震惊跟心痛。顺柳完成任务回来后，就一直沉默寡言，所有人都沉浸在他打掉了抗战以来最大敌酋的喜悦之中，可没人知道他内心的崩溃与煎熬。二人生生真的看他姐被鬼子糟蹋了，还是他去一动不能动。干嘛把伏击位置定在那儿？陈大雷的这句反问也是所有观众的困惑。那么，为啥当初要把伏击地点选在顺柳姐姐家附近呢？回溯当时的决策，侦察排长跟连长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的考量：第一，他们所选的狙击点位居高临下，而且视野开阔，便于隐蔽的同时也方便狙击；第二，周围没有大批居民，就一个小孤院，关键是他们以为那里没人居住。可也正因这个致命疏忽，没有提前转移顺柳姐姐一家，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司令员，我要是早知道那样，我就不把伏击点定那儿了。二人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，他怎么一声都不吭呢？他姐被强奸了，这种事能说得出口吗？从这里我们其实也能看出，侦察排长打伏击的经验确实不如三营长。如果是三营长还活着，以他严谨周密的行事风格，不会酿成如此惨剧，或许顺柳的命运也会就此改变。然而终究战场没有重启键，如今顺柳已经决心去复仇。陈大雷深知只有抓紧找到了他，并将他带回来，才有可能保住他的命。因为虽然他的枪法准，可孤身闯入县城狙杀鬼子坂田，他不可能全身而退。要不然二雷到边城，他肯定不可能活着回来。陈大雷的判断精准且沉重，但他虽深知顺柳的执拗，却没料到这份复仇的决心竟如此坚定。更没料到的是，就在他为顺柳的安危忧心忡忡时，抗战胜利的消息突然传来。这道全民族期盼的曙光，可对顺柳而言却成了绝望的深渊。同志们，鬼子投降了，抗战就结束了，我们胜利了！陈大雷的兴奋是压抑多年的释放，是对无数牺牲战士的告慰，更是整个民族苦尽甘来的缩影。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军区不让打投降的鬼子了，这一下不就断了顺柳名正言顺报仇的路吗？现在顺柳要么违抗军令，要么放弃复仇，处境简直比独自闯县城还危险。鬼子能晚几天投降就好。陈大雷这句台词真的是神来之笔，不仅把剧情的悲剧感拉满了，还把他的复杂心思讲得明明白白。在抗战胜利的时代大背景下，陈大雷作为司令，他本该盼着和平，可却希望鬼子晚几天投降。但这其实不是他想让战争多打几天，就是想给顺柳留个合法报仇的机会，免得顺柳对投降的鬼子动手，而违反军令送了性命。这话里全是对顺柳的心疼，还有军令和兄弟情拧在一起的无奈。他既不能违抗军令，又不想看着顺柳出事儿。你过去是侦察排长，能把千里之外的耗子从洞里拎出来。翰林呢，舌头能离地，能把铁条说下泪来。凭你侦察排长的机敏，凭翰林的口才，说服他回来。陈大雷急着找回顺柳，在跟上级说明情况后，派了擅长追踪的侦察排长和懂顺柳的翰林前去寻人。然而顺柳却早已溜进县城了，城里城外全是欢庆胜利的老百姓，而他一身杀气倒显得格格不入了。因为对他来说，鬼子投降的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。鬼子投降不能打鬼子了，那怎么打呀？人家鬼子投降还怎么打？不但不能打呀，还要采取人道主义进行给予报复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？关注阿莎，我们下集接着唠。